大家好，群演出身的赵丽颖现在大红大紫，拥有近乎小1亿的铁杆粉丝。目前为止，恐怕没有人还记得她那些路人甲乙丙丁所组成的各种背景板一样的角色了。那么，她到底是如何挺过整整7年的量变期，进入到了质变期的呢？抛开那些成功学的鸡汤思维和励志信念，其实她只是简简单单做到了变与不变这2点，便最终挨到了贵人出现、机会挤爆的人生拐点时刻。而这2点就藏在她那篇4年前出了名的她亲手执笔的演讲稿当中。演讲的题目叫做我小小的英雄主义，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视频的最后一同感受一下名嘴赵小刀完整版的星空演讲。如果您跟我一样同样感受到了他那份敢于挑战自己弱项的勇气，以及勇气背后的质朴和实诚，不妨顺手点个赞，让他也知道。说实在的，他整篇的演讲稿完全没有任何华丽的词藻和金句的堆砌，整个演讲全靠他的大白话、真心话以及赵丽颖那份独特的淡定气质所支撑着。看得出这次演讲他的紧张还是无处不在的，而且还贯穿了始终。毕竟对于赵丽颖而言，这是一次彻彻底底的人生头回的演讲加直播的现场挑战，而且说不好的话会再次印证了一直以来不少人所诟病的他的学历短板。因此对于学历不高的赵丽颖而言，这次的演讲算是一次从浅水区游到了深水区的大胆尝试，不仅挑战了他自己，也挑战了不少忠实粉丝的紧张神经。因为同样是这个说话直肠直肚的赵小刀，在以往的各式访谈中总能制造出不少让人哑口无言或者惊掉下巴的糟点和热点出来。所以这次演讲不仅让人关注，更让人担心。有意思的是，即便他的铁粉们像看中国队的奥运会表现一样提心吊胆他当天的演讲，然而整个的赵丽颖演讲却出人意料的成功了。而且他的成功之处偏偏就是他从头到尾所表现出来的真实坦荡、真情实感，以及他那不想造作和不想掩饰的不完美。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整个演讲的过程中，赵丽颖在现场的几次哽咽特别让人共情，仿佛她的演讲让你可以感觉到她其实是在和你正面的交流着。她说话一句一顿娓娓道来，因为用词简单，所以流露出来的感情显得相当的真挚。演讲的内容其实都是他的自身经历，因为源于生活，源自真实，所以特别容易打动现场的观众和粉丝。于是乎，后者进而选择忽略了他演讲中的各种的不足。要知道，他本身一直都是不善言辞的，但他敢于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挑战自己完全陌生的演讲领域，单单这份的勇气就值得所有人去钦佩。因为不善言谈，所以他干脆扔掉了恐惧，展示出了自己真实的一面给所有的观众。或许他坚信那句成语，也就是瑕不掩瑜。总之，最后看来，他的这次演讲的押宝还是成功了。如果您是他的粉丝，那么您可以问一下自己，到底喜欢他哪里？如果您最终发现他打动您的就是他那份毫不掩饰的真实，那么您跟他就算对上眼了。众所周知，内娱圈是个很喜欢立人设的地方。赵丽颖如果喜欢抖机灵、玩人设，其实更加容易圈粉和讨喜。他的经纪人黄斌在一次高校的演讲中谈到了这个赵小刀的时候，就摇着脑袋直言说，他没办法把它变为赵讨喜或者赵完美，因为他天性就喜欢坚持把真实的自己展示在大众的面前，而不是迎合圈子里的风气或者去兜售自己的人设。反过来看看内娱圈那些人设纷纷崩塌的人，就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坚持和他的真实。我感觉他的真实想必永远都会成为他不变的名片。有意思的是，这份真实其实还能间接助力他的事业发展。例如在《西游记之女儿国》杀青的时候，有好事的主持人问他，拍戏的过程中有什么时候感觉特别的辛苦？结果您猜他怎么回答的呢？他居然提都不提自己的辛苦，直接就说了一句三观超正的话，他说导演最辛苦。试问这种脱口而出不经大脑的真实感，有哪个大导演、小导演不喜欢呢？除了赵丽颖这份不变的真实，变的又是什么呢？如果您稍加留意，或许就不难发现，这次演讲当中，她的言谈举止和举手投足之间还是发生了不少的变化。因为自打她拍完《楚乔传》之后，这部戏的角色领悟，戏里戏外都帮助到他开启了更多的人生视角和格局，进而在知识面和领悟力上面更上了一层楼。特别是仿佛他整个人从头到脚都散发出了一种优雅淡定的特殊气质出来。要知道，做演员的气质永远都要比外貌重要的太多。
因为演艺圈中漂亮的皮囊成千上万，气质的女生万里挑一，就是这份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气质，让原本读的书少的他，在这个演讲的舞台上淡定了许多许多。您发现了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不妨再看第二次吧。这就是他在长达7年的群演生涯中，悄悄的从量变到质变的变身诀窍了。他懂得学习，擅长总结，并融入到了自身的气质当中，这便让他开始有别于身边的人，也就是其他的群演了。有一个小插曲值得一提，就是在他演讲完之后，他的经纪人把他的演讲内容稍稍调整修饰了一下，然后发了微博，结果被他发现之后，居然就立马删了微博，重新发了一条完全是赵丽颖一字不差的演讲原稿。这种较真的态度很坚持，也很赵小刀。说实在的，他的经纪人也是圈内的文化人，还经常参加各种大型的活动，经验非常的丰富，文笔相当的了得。如果这个经纪人亲自操刀这份演讲的话，一定会让整个的演讲用词更加的优美高端，逻辑更加的通顺连贯，论证的起承转合更加的贴切自然，再配合节奏、音调等等的细节，注定能够牢牢的抓住观众的眼球，同时促进听众大脑的高速消化和运转。然而赵丽颖偏偏不喜欢这一套虚的人设，假的完美，因为真实就是赵丽颖的原色，而且事实证明这个原色并没有成为她事业成功的阻碍，反而成了她不断向上的垫脚石。我同样非常喜欢展露真实，并且热衷发掘真实，每天随心随想的原创不易，追求正面积极的真实难求。如果你有感动或者喜欢，不妨多一些点评、点赞、订阅、支持。同样，我也非常欢迎您的批评和您的指教，非常感谢您的时间。时间流转，沧海桑田，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对赵丽颖的长期坚韧和短暂收获，一路以来都充满了不同时间段的不同领悟和理解，就像幸福到万家和风吹半夏的不同惊喜和收获一模一样。做一件事不难，做好一件事很难，做好一件事很难，坚持做好一件事，那更是难上加难。所以ZingWan 我对于王炸弟弟王一博1个月下来的连轴转拼了命，也是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观感。因为有一种逆天，其实就是不信邪不信命，逆流而上，逆势而为。为什么 ZingWan 我会这么说呢？作为一个娱乐圈艺人，能够拥有高曝光度的身份，就是成为一名影视剧演员了。而影视剧演员中地位较高的，毫无疑问就是电影演员了。也因此，王一博自2022开始连续拍摄多部电影作品，而无名就是 ZingWan 我反复提到 N 次的逆势而上的春节档意象。很多人不希望王一博能够在电影圈有一定的建树，粉丝们都是可以理解他们的，毕竟在王一博感兴趣的领域，他已经做得相当成功了。而如今他想要进军电影圈，得到认可只不过是时间早晚问题。而如今的无名早就在网友们心中赢得了好口碑。王一博有这样一种能力，他的作品在路人眼中没有看时的想法是，王一博作为一个流量怎么能演好这个角色啊？不知道作品就被他毁成什么样。可在真正看完王一博的表演之后，就会产生这个角色只有王一博才能演，其他人都演不出其中的味道的想法。他就是这么一个神奇的存在。不论他身处电视剧圈还是电影圈，现如今无名的票房已经过了8亿。对于这个题材的作品来说，这个票房已经是天花板级别的存在了。而对比同期电影，无名牛的也很特别，全网都知道想要看一次无名有多困难，排片少不说，早出晚归不说，买好了票还会时不时的被强制退票，这也就导致了无名的票房上升进度实在是缓慢。提前宣判无名不会有好的票房，所以提前安排了极少的排片，最后证明出无名的票房的确不佳，也是绝了。而今春节档所有的电影上映18天了，从大年初一至今，无名排片占比6.2%，是同期所有电影中最低的存在。可它的上座率高达3.3%，远远甩了其他电影一大截。在各个电影的每日统计之中，无名能够拿下的只有上座率日观和场均人次日观。单看合家电影院这排片，不知情的路人还以为无名是什么绝世大烂片，让电影院前期亏了多少钱，这才不待见无名，只给这么一点排片呢。可单看着上座率又是所有电影中最好的，着实会弄懵一大批路人啊！能够在这么虐的排片之下，依然保持着最高上座率的电影，
影，无名那真的是牛的相当新颖了。就连曾经拍摄了《命中注定我爱你》的导演陈明章，都因为在台湾过年无法看无名，在自己的社交多次发表自己期望早日看到电影的想法。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王一博是他人间至味是清欢的男二，而他也多次表达对王一博的喜爱。无名的确是一部值得人多次观看的好剧，而王一博在剧中也不仅仅只是叶先生这个单纯的角色而已。如果没有王一博，在无名拥有最低排片的情况下，还会有那么多的人关注到这部作品吗？还会有那么多的粉丝费力宣传这部被打压的作品吗？到那时，优秀的作品将成为一颗遗珠，如同《罗曼蒂克消亡史》一般，等到下映了，再对着导演程耳说：“我们欠你一张电影票吧。”如今越来越多的电影都陆续上映了，如果无名在线的时间再长一点，多一点点的排片，9亿的票房就没跑了，10亿的突破就偷笑了。有一种逆天叫做逆势而为，所以意外的成功，成功的惊喜也跟着逆天了。无论王一博还是赵丽颖，